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在美国施压下，伊朗撤回了谴责核设施袭击的联合国决议。据 First Post 的报道，伊朗于9月19日最后时刻撤回了谴责核设施袭击的联合国决议草案。该决议原本由伊朗、联合中国、俄罗斯等国提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大会投票，旨在建立禁止攻击核设施的国际法律框架。美国事先威胁称，如果决议通过且以色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将削减对该机构的资助。此次撤回发生在以色列多次威胁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紧张背景下。历史上，伊朗核问题一直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焦点。自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以来，争议不断。相比国际社会对核设施保护的普遍关切，美国的强硬立场显得格外突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的妥协将对中东核安全产生什么影响？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在国际核监督体系中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但也可能为未来核设施攻击开创危险先例。量子纠缠连接原子核，推动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据 The Conversation 报道，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突破性研究，首次实现2个相距20纳米原子核之间的量子纠缠。研究团队通过将电子作为媒介，在硅芯片中成功创建邻原子核自旋之间的量子纠缠态，实现了最干净、最隔离量子对象的精确控制。这项技术突破将量子纠缠从微米级推进到纳米级，为构建大规模量子计算机奠定基础。该成果标志着量子计算从理论研究迈向工程实用的关键节点。相比此前只能在较大尺度实现的量子纠缠，纳米级精度控制为商用量子计算机扫清了重要技术障碍。原子核级量子纠缠将如何革命性改变计算技术？量子计算专家指出，这一突破将大幅提升量子比特稳定性和可扩展性，有望在5到10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量子计算机。特朗普政府专家改变麻疹疫苗建议。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疾控中心疫苗咨询委员会在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任命的新专家参与下，对麻疹疫苗接种建议进行重新投票。这一政策调整发生在疾控中心刻意埋没强调疫苗重要性的麻疹预测报告背景下，被视为长期疫苗怀疑论者肯尼迪执掌卫生部后的重要转向信号。目前德克萨斯州西部正爆发麻疹疫情，已报告90例确诊病例和10多例住院病例，威胁美国麻疹消除地位。数据显示，2024到2025学年全美幼儿园疫苗接种率已全面下降。相比世卫组织强调疫苗接种的一致立场，美国的政策转向引发广泛担忧。疫苗政策的改变将对美国公共卫生体系产生什么冲击？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可能导致疫苗接种率进一步下滑，增加麻疹等可预防疾病大规模爆发风险，威胁来之不易的群体免疫屏障。新款 AirPods Pro 3提供实时语言翻译。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苹果公司9月9日正式发布 AirPods Pro 3，首次搭载实时双向语言翻译功能。用户可通过同时按住2侧耳机或语音命令 Hey Siri， 开始实时翻译激活功能，支持西班牙语、中文、法语等9种主要语言的即时翻译。该功能由苹果智能 AI 驱动，能够消除背景噪音，并在嘈杂环境下结合 iPhone 麦克风提升翻译精度。这项技术实现了免提示跨语言自然对话，彻底改变传统翻译设备的使用体验。相比谷歌 Pixel Buds 等竞品的基础翻译功能，苹果的实时翻译在精度和流畅度上实现重大突破。实时翻译耳机将如何打破全球语言交流壁垒？科技分析师指出，这项技术将极大降低国际商务和跨文化交流成本，推动整个可穿戴设备行业向智能化 AI 功能全面升级。越南和俄罗斯建立军品秘密支付系统。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与越南建立秘密军火贸易支付体系，通过共同经营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利润支付武器采购费用，巧妙规避美西方制裁。在该体系下，越南以信贷方式从俄采购战斗机、坦克和军舰等装备，
再用俄越合资石油公司利润分成偿还债务，完全绕过 SWIFT 的支付网络和全球银行体系。这种影子支付机制于2025年年中正式生效，要求只有货物运抵越南或越南公民创建的承包公司才能处理付款。该支付系统在国际金融市场极为罕见，展现了受制裁国家的创新应对能力。相比传统军贸依赖美元结算的惯例，这种以实物资产支付的模式开创了全新先例。这种影子支付系统将如何冲击现有国际制裁体系？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这可能成为其他受制裁国家效仿的模板，将显著削弱西方制裁效力，迫使国际社会重新设计制裁机制。6. 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月18日签署综合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启动2025到2028年行动计划。双方将深化贸易安全关系，共同投资港口、铁路和能源走廊等基础设施，并在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该协议签署正值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两国实施25%关税的紧张时刻。ASEAN 贸易协定明年面临争议性审查。卡尼称，这标志着新时代合作开始，旨在构建更稳定的北美供应链。这一战略联盟形成鲜明对比于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相比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立场，加墨合作体现了多边主义精神。加墨战略联盟将如何重塑北美贸易平衡？贸易专家认为，这将显著增强两国在对美谈判中的集体议价能力，可能推动北美贸易关系向更平等方向发展，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7. 金正恩指导朝鲜无人机开发和人工智能研究。据加拿大电视新闻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9月19日在平壤指导新型攻击无人机试验，并下令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显示，无人机成功起飞并精准击毁目标。金正恩将无人机和 AI 技术列为军事发展重中之重。朝鲜媒体报道称，金正恩强调快速发展新引入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增强军事实力应对现代战争趋势。此次试验的 SETBIO-4 无人机被认为是美军同类产品的仿制版，显示朝鲜在国际制裁下仍在加速武器现代化进程。相比传统军事装备 ，AI 驱动的智能无人机代表着朝鲜军力发展的新方向。朝鲜大力发展 AI 无人机技术将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什么影响？军事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朝鲜军事技术向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突破，可能促使周边国家加速相关技术研发，进一步加剧东北亚军备竞赛。8. 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大学课程中出现女性撰写的书籍。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塔利班政府从阿富汗大学教育体系中移除了所有女性撰写的书籍，作为禁止教授18个被认为与伊斯兰教法原则冲突学科新法令的一部分。在被审查的680本教科书中，140本由女性作者撰写的书籍全部遭到禁止，另有310本伊朗作者或出版社的书籍也被列入黑名单。该措施还包括禁止教授人权、性骚扰等课程内容。审查委员会成员向 BBC 阿富汗分部确认，所有女性作者的书籍都不允许教授。这是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对女性教育权利实施的又一严厉限制措施。相比国际社会对教育平等的普遍认知，塔利班的做法引发全球谴责。塔利班持续限制女性教育权利将对阿富汗社会发展产生什么后果？教育专家认为，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的人才流失和社会倒退，使该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孤立，严重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9. 德国政客警告俄罗斯计划引发更广泛的欧洲战争。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德国政治家萨拉瓦根克内希特在 YouTube 频道警告称，不负责任的德国政客正积极将国家推向与俄罗斯的战争。他表示，德国和整个欧洲长期以来从未如此接近战争边缘。德国情报部门此前也向联邦议院警告，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有扩散到北约国家的潜在风险。德国总理默茨8月已公开表示，德国事实上处于与俄罗斯的冲突状态，并宣布协助乌克兰开发远程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
德国情报官员预计，俄罗斯可能在本10年末具备直接攻击北约的能力。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谨慎态度，德国在对俄政策上表现得更为强硬。德国政客的战争警告将如何影响欧洲安全格局？安全分析师指出，这反映了德国对欧洲安全责任认知的重大转变，可能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但也增加了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OpenAI 研究 ChatGPT 用户行为，并计划预测用户年龄。据瑞士时报报道 ，OpenAI 于9月16日宣布，正在开发自动年龄预测系统，通过分析用户与 ChatGPT 的对话模式来判断用户是否年满18岁。该系统将把用户分为2个版本，13到17岁青少年版本和18岁以上成人版本。对于年龄存疑的用户，将默认使用未满18岁版本。OpenAI CEO 奥特曼承认，这对成年人来说是隐私妥协，但认为这是值得的权衡。研究数据显示，近半数 ChatGPT 消息来自26岁以下用户。该平台2025年中期活跃用户已达7到8亿人。相比传统年龄验证需要身份证明的方式， AI 行为分析代表了全新的年龄识别技术路径。ChatGPT 的年龄预测技术将如何平衡用户隐私与青少年保护？科技伦理专家认为，这种基于行为模式的年龄识别虽能提升青少年安全保护，但也引发对 AI 监控用户行为深度的担忧，需要建立更严格的数据使用规范。11乌克兰寻求西方对其国防工业的投资，以对抗俄罗斯。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北约成员资格前景渺茫，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转向替代策略，向乌克兰国防工业投资数十亿美元，以增强自卫能力。乌克兰寻求通过投资将武器产量提升3倍，减少对西方伙伴的依赖，并威慑未来冲突。目前，乌克兰军工产业已能满足其军队近60%的需求。相比俄乌冲突初期的10%大幅提升，该国2025年国防工业预计收入达40亿欧元，正吸引国际投资关注。乌克兰计划2025年部署数千台机器人地面车辆和无人机群到前线，展示其军工技术创新能力。相比传统军援模式，投资乌克兰本土军工产业被视为更可持续的长期战略。西方投资乌克兰军工产业将如何改变未来战争模式？防务分析师指出，这种战时投资模式将催生新一代实战检验的军事技术，可能重塑全球军工产业格局，但也需防范技术扩散带来的安全风险。12每日滴眼药水有望恢复老花眼造成的近视力丧失。据今日医学新闻报道，美国 FDA 于7月31日批准 Vise 眼药水用于治疗老花眼，这是首款含有王氯苷 aceclidine 成分的处方滴眼液。该药物通过收缩瞳孔肌肉增加景深，显著改善成年人年龄相关的近视力模糊问题。全球约18亿人受老花眼影响，美国就有近1.3亿成年人患此病症。Vise 预计将于2025年第4季度广泛上市，用法为每日1次滴眼。最新研究显示，结合比罗卡品和双氯芬酸的复合眼药水在改善近距离阅读能力方面效果更佳。相比传统老花镜和手术治疗，药物滴眼液提供了更便捷的非侵入性选择。老花眼治疗眼药水的普及将对视力矫正行业产生什么冲击？眼科专家认为，这将大幅减少对老花镜的依赖，推动个性化视力矫正治疗的发展，但长期使用的安全性仍需持续监测。13美国制裁恰巴哈尔港，影响印度中亚贸易。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于9月18日宣布撤销对印度在伊朗恰巴哈尔港运营的制裁豁免，新制裁将于9月29日正式生效。印度曾于2025年5月与伊朗签署10年协议，提供2.5亿美元信贷额度用于恰巴哈尔港基础设施建设，将该港口作为通往阿富汗和中亚的重要贸易通道。美国此举是特朗普最大压力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孤立伊朗并削弱其地区影响力。恰巴哈尔港位于阿曼湾，是印度绕过巴基斯坦直达阿富汗的关键海路，对印度连通中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中国通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影响力，印度在恰巴哈尔港的投资被视为地缘政治平衡的重要举措。
美国重新制裁恰巴哈尔港将如何影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战略分析师指出，这将严重削弱印度在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战略影响力，可能推动印度重新评估其对伊朗政策，同时加强中国在该地区的相对优势。14. 冰雪融化，中国开通通往欧洲的北极航线。据罗马尼亚真理报报道，中国于9月20日派遣伊斯坦布尔桥号集装箱船从宁波舟山港出发，在破冰船护航下开启首条北极快线至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18天。这条新航线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22天，比好望角航线缩短32天，显著提升运输效率。该航线将连接中国3个港口与英国、德国、波兰等4个欧洲目的地，标志着中国正式建立北极商业航运服务。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海冰大幅消融，使得这条6000公里的北极航道成为可能。2024年通过北海航线运输的货物已达300万吨，创下纪录。相比欧盟船运公司的谨慎态度，中国率先布局北极航线，展现出积极进取精神。中国开通北极航线将如何改变全球海运格局？航运专家认为，这将重塑东西方贸易路径，减少对传统航线的依赖，但也可能引发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环境保护争议。15. 韩国法院裁定诽谤虚拟韩国流行歌星属违法行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地方法院高阳支部于9月17日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认定在线侮辱虚拟偶像构成诽谤罪，判令一名网络用户向虚拟 K-pop 组合 Playve 成员支付50万韩元约360美元损害赔偿。Playve 是由5名虚拟角色组成的男团，通过动作捕捉技术由真实匿名表演者进行配音和动画制作。被告在网上发表贬低该组合外貌的恶意评论，法院认定这种行为对虚拟偶像的名誉造成损害。这是韩国首例涉及虚拟偶像权利保护的法律案件，在全球娱乐产业中也极为罕见。相比传统明星诽谤案，虚拟偶像的法律地位认定开创了新的司法先例。虚拟偶像获得法律保护将对数字娱乐产业产生什么影响？数字法律专家认为，这一判决将推动虚拟角色法律地位的明确化，促进 AI 和虚拟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但也需要平衡网络言论自由与虚拟人格权保护的边界。16. 以色列加大对加沙袭击力度，死亡人数超过 6.5 万人。据印度马拉雅拉姆快报报道，加沙卫生部宣布巴勒斯坦死亡人数已突破6.5万人，其中近一半为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军队和坦克深入加沙城，发动自战争开始以来最猛烈的攻击浪潮，迫使约40万巴勒斯坦人南迁。以军空军和炮兵部队持续轰炸住宅区，将加沙城变成无生命的荒地。这轮新攻势被以色列称为新阶段入侵，旨在彻底占领加沙最大城市中心。联合国官员警告称，大规模驱逐行动正在进行，数十万人在持续轰炸中忍受煎熬。相比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关切呼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显得愈发激进。以色列持续升级加沙攻势将对中东地区稳定产生什么冲击？中东问题专家认为，死亡人数突破6.5万将进一步激化地区仇恨，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冲突，严重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和地区关系。17. 乌克兰可能通过贷款换赔偿机制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获得数十亿美元。据乌克兰电报报道，七国集团已启动总值500亿美元的特殊收入加速贷款计划。美国率先向乌克兰发放200亿美元贷款。欧盟委员会1月10日向乌克兰拨付首笔30亿欧元资金，这些贷款将通过冻结在欧盟的约2700亿美元俄罗斯央行资产产生的利润进行偿还。新建立的乌克兰贷款合作机制将冻结俄资产的未来收益提供给乌克兰，用于偿还G7伙伴国贷款并释放更多防务资金。这一创新金融工具避免了直接没收资产的法律争议，同时实现俄罗斯为自己发动的战争买单目标。相比传统军援模式，这种基于冻结资产的贷款机制为长期支援提供了可持续路径。乌克兰通过俄资产获得巨额资金将如何改变战争走向？国际金融专家认为，
这将显著增强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能力，但也可能促使俄罗斯加速去美元化进程，推动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洗牌。18. 北约秘书长概述了从立陶宛开始的第3次世界大战的情景。据罗马尼亚真理报报道，前北约欧洲部队副司令理查德·希雷夫将军在《每日邮报》发表文章，详细描述第3次世界大战将于2025年11月3日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停电和骚乱开始。希雷夫预测，11月4日俄罗斯将开始夺取苏瓦尔基走廊。这条连接波兰和立陶宛的60公里狭窄地带是波罗的海国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唯一陆路通道。现任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此前也警告称，俄罗斯可能在5年内具备直接攻击北约的能力。德国总理默茨等欧洲领导人和多个情报机构也发出类似警告。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的谨慎表态，英国军方对战争爆发时间的具体预测显得格外引人关注。北约高官的战争预警将如何影响欧洲防务准备？军事战略专家指出，这种具体的战争情景描述反映了西方对俄罗斯威胁认知的急剧升级，可能推动北约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和前沿部署，但也有加剧紧张局势的风险。19. 欧盟成员国批准用动物粪便制成的肥料替代品。据荷兰 NRC 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式推广 Renewer 回收动物粪便氮肥计划，旨在用处理后的动物粪便替代俄罗斯进口化肥。该项目通过先进技术将原始牲畜粪便加工成精致氮源，行为特性类似合成肥料，但环境影响更小。欧盟27国每年产生超过14亿吨动物粪便，其中 90% 以上直接施用于土壤作为有机肥料。布鲁塞尔将此举视为削弱俄罗斯战争收入的战略举措，同时减少对莫斯科肥料的依赖。Renewer 技术需要配备先进粪便处理设备，但面临经济障碍和技术推广挑战。相比传统化肥进口模式，这种本土循环肥料生产代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欧盟推广粪便制肥料将如何改变全球农业供应链？农业专家认为，这将显著提升欧盟肥料自给自足能力，推动循环农业发展，但需要大规模技术投资和农民接受度的提升。20. 新型脊柱植入物可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恢复血压平衡。据加拿大电视新闻报道，卡尔加里大学主导的国际临床试验成功开发出脊柱植入设备，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恢复血压控制功能。该装置类似心脏起搏器，通过向脊髓传递低电流刺激，替代大脑对血压的正常控制信号。脊髓损伤患者通常面临危险的血压骤降或飙升，前者可导致昏厥，后者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险。研究结果同时发表在《自然》和《自然医学》杂志，涉及1479名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数据分析。Onward Medical 公司开发的这项技术通过生物仿真脊髓电刺激立即触发血管加压反应，持久减轻低血压症状严重程度。相比传统保守治疗措施的无效性，这种植入式系统提供了革命性解决方案。脊柱血压调节植入物将如何改变脊髓损伤治疗模式？神经外科专家指出，这项技术将显著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生活质量和康复效果，可能成为脊髓损伤标准治疗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21. NASA 确认了超过6000颗系外行星，另有8000颗候选行星。据德国 Heiss 报道， NASA 于9月17日宣布已确认发现6007颗系外行星。这一里程碑式数字由加州理工学院 IPAC 的 NASA 系外行星科学研究所监测统计。最新确认的行星名为 KMT 2023 BLG 1896 LB， 是一颗类海王星世界。NASA 数据显示，目前还有超过8000颗候选行星等待确认，几乎一半已知系外行星由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其继任者 TESS 已贡献近700颗新发现。自30年前首颗围绕类太阳恒星的系外行星被发现以来，随着技术改进，发现数量快速增长。相比银河系可能存在的1000亿颗行星，6000颗仍是微小数量，但标志着人类探索宇宙生命的重大进展。NASA 在系外行星发现上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将如何推进寻找的外生命的进程？天体生物学专家认为
6000颗确认行星为研究宜居世界提供了丰富样本，结合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等先进设备，将大幅提升发现的外生命的可能性。22，欧盟部长推行数字欧元，以减少对 Visa 和万事达卡的依赖。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欧盟财政部长于9月19日就数字欧元货币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成为美国主导的 Visa 和万事达卡支付系统的替代方案。数字欧元的讨论已进行6年，但随着欧盟寻求在能源、金融和国防等关键领域减少对外国依赖而升温，欧洲央行将数字欧元作为削减欧洲对美国信用卡依赖的途径，并作为对特朗普全球推广与美元挂钩稳定币的回应。该项目面临立法批准困难，尽管政治层面支持广泛，但银行业担忧客户资金流失。相比美国在全球支付系统的垄断地位，欧盟希望通过数字欧元实现金融主权和支付独立。数字欧元的推出将如何重塑全球支付体系格局？金融科技专家认为，这将打破美国在全球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推动国际支付系统多极化发展，但成功实施仍需克服技术和监管挑战。23，连接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布伦纳基线隧道在阿尔卑斯山下建设推进。据瑞典2台报道，世界最长铁路隧道布伦纳基线隧道于9月18日实现重大里程碑，探索隧道最后一道岩石隔墙被打通，首次将意大利和奥地利在阿尔卑斯山下1400米深处连接。该64公里长隧道意大利段已完成 95%， 预计2032年全面竣工。隧道掘进机弗拉维亚已于5月2日完成西主隧道挖掘工作，到达布伦纳关口。另一台掘进机莉莉亚预计2025年秋季完成东主隧道建设。布伦纳隧道是泛欧交通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将成为慕尼黑到维罗纳铁路轴线的核心工程。相比现有通过布伦纳山口的交通拥堵状况，基线隧道将显著改善南北欧货运和客运流量。布伦纳基线隧道的建成将如何改变欧洲交通运输格局？交通专家认为，这将大幅提升跨阿尔卑斯货运效率，加强欧洲南北经济一体化，同时减少公路运输碳排放，推动欧洲绿色交通转型。24，欧盟扩大对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化学品、金属、盐和矿石出口禁令。据印度商业今日报道，欧盟9月19日宣布将出口禁令范围扩大至价值超过400亿欧元的商品，包括可能被莫斯科军工业使用的矿物、陶瓷和橡胶制品。新制裁涉及对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化学品、精炼铜及铜制品、铝制品和钢铁制品出口限制。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承认，尽管欧盟寻求加强与印度贸易关系，但要让印度摆脱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存在困难，分歧非常明显，需要通过谈判解决。这是欧盟第18轮对俄制裁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制裁措施的不断升级和扩大化趋势。相比早期针对俄罗斯的直接制裁，新措施体现了次级制裁向第三国延伸的特点。欧盟扩大制裁范围将如何影响全球供应链重组？国际贸易专家认为，这将迫使更多国家在美欧与俄中之间做出选择，加速全球贸易阵营化进程，可能推动新兴经济体寻求替代贸易和金融体系。25，人工智能软件在笔记本电脑上模拟宇宙物理。据德国 Heiss 报道，科学家开发出名为 Effort JL 的 AI 软件，成功在普通笔记本电脑上模拟宇宙大尺度结构，将此前需要超级计算机才能完成的宇宙建模工作简化到个人设备级别。该软件结合宇宙物理学与天文仪器数据，构建有效场论模型来统计描述宇宙网结构，实现了在不牺牲精度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计算需求。传统宇宙模拟需要消耗大量超算时间和能源，新技术通过深度密度位移模型，可在30毫秒内精确模拟宇宙演化，甚至能预测从未训练过的参数变化情况。相比传统需要数百万计算小时的超算模拟， AI 驱动的笔记本宇宙建模代表了天体物理计算的重大突破。AI 宇宙模拟技术的普及将如何推动天体物理学研究民主化？天体物理专家指出，这将使更多研究机构和学生能够进行复杂宇宙模拟研究，大幅降低科学探索门槛，
加速宇宙学理论验证和新发现进程。26，美国宇航局的 IMAP 航天器将绘制日球层地图，并研究其与星际空间的相互作用。据物理学组织报道，NASA 定于2025年9月23日发射星际测绘加速探测器 IMAP， 这将是首个专门绘制日球层边界的航天器。IMAP 将部署在距地球100万英里的拉格朗日 L 点，作为现代天体制图师探索日球层与星际空间的相互作用。该任务将利用能量中性原子成像技术，绘制太阳风与银河系其他物质碰撞形成的日球层边界。IMAP 还将实时观测太阳风和高能粒子，填充行星间空间的粒子分布图。日球层是太阳磁场吹出的巨大保护罩，屏蔽地球和其他行星免受星际辐射影响。相比以往只能间接观测的方式， IMAP 将首次提供日球层的直接全景地图。IMAP 对日球层的全面测绘将如何提升我们对太阳系保护机制的理解？空间物理学家认为，这将显著改善空间天气预报能力，增强对地球通信和电网威胁的预警水平，为未来深空探索提供重要安全保障信息。27，俄罗斯发起 Intervision 歌唱大赛，复兴苏联时代，以应对欧洲歌唱大赛禁令。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5年2月3日签署法令，正式恢复苏联时代的 Intervision 歌唱大赛，邀请友好国家参与以发展国际文化合作。该比赛于9月20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共有22个国家参加，包括中国、印度、委内瑞拉等反西方阵营国家。普京任命克里姆林宫高级助手担任监督委员会主席。乌克兰称其为敌对宣传工具。Intervision 原是1960到1970年代展示苏联和东欧集团艺术家的比赛，1981年因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等政治动荡而取消。相比 Eurovision 庆祝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价值观， Intervision 严格禁止暴力、政治或 LGBTQ 加主题内容。俄罗斯复兴 Intervision 将如何影响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文化分析师认为，这标志着俄罗斯试图构建反西方文化联盟，可能加剧东西方意识形态分化，但其影响力和吸引力仍难以与 Eurovision 相提并论。28，特朗普在贸易谈判期间推迟批准对台军事援助。据加拿大电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夏天拒绝批准向台湾提供超过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弹药和自主无人机，以促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贸易谈判和潜在峰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项决定虽然仍可能被撤销，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战略考量。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达对台湾占美国便宜的不满，认为台湾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费用。该军援计划原本旨在增强台湾自卫能力，包括先进致命武器系统。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对台湾的一贯军事支持，特朗普将台海安全与经贸利益挂钩的做法引发关注。特朗普暂停对台军援将如何影响台海军事平衡？安全分析师认为，这将削弱台湾防务能力建设进程，可能鼓励北京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同时暴露了美国对台承诺与中美关系改善之间的矛盾。29，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以色列出售60亿美元武器。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近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30架 R-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运兵车等军事装备。这项军售提案价值38亿美元的阿帕奇直升机订单将使以色列的攻击直升机数量几乎翻倍。另外19亿美元用于采购装甲运兵车和相关支援设备。该军售决定是在以色列因加沙战争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孤立背景下做出的，体现了美国对以色列盟友的持续支持。特朗普政府迄今已批准向以色列出售近1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相比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批评声音，美国的大规模军售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美国向以色列大规模军售将如何影响中东军事平衡？中东军事专家认为，这将显著增强以色列军事优势，但也可能进一步激化地区军备竞赛，加剧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军事对抗风险。
30. 联合国安理会重启对伊朗核制裁。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9日以4票赞成、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拒绝了延续对伊朗制裁豁免的决议草案，触发快速恢复机制，将于9月28日自动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核制裁。英国、法国和德国于8月28日启动这一30天倒计时程序，指控伊朗违反2015年核协议条款。恢复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伊朗海外资产、阻止对伊武器交易、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惩罚性措施等。中国、俄罗斯等4国投票支持延续制裁豁免，但未能阻止制裁恢复进程。这是自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以来首次全面恢复联合国对伊制裁。相比伊朗呼吁国际社会反对压力和恐吓工具的立场，西方国家坚持制裁路径引发深度分歧。联合国制裁的恢复将对伊朗核问题产生什么影响？核不扩散专家认为，制裁恢复将进一步恶化伊朗与西方关系，可能推动伊朗加速核计划发展，增加中东地区核扩散风险和军事冲突可能性。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